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广同学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聊一下 PR 和 ME 是如何协同工作的。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。好的，这是在 PR 里呢，我简单的放了3个素材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好 ，PR 呢，它本身也是可以输出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在输出页面我们可以看这些有很多设置啊，包括音频啊、字幕啊、效果之类的，编码还有位置，然后这里呢也可以预览，可以预览你当前的这个视频。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，就是把它发送到 ME。我们看到啊，这里有一个选项，当然我这个 PR 呢是2022版本的，如果你是2021或者2020的版本，这个界面是不一样的哈。所以我们现在点击这个发送到 ME。好，我们可以看 ME 这里呢已经出来了，这个是呢我当时的文件命名，这里的编码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。然后这里呢我们选中一个位置啊，比如选到桌面，然后渲染。好的，这就渲染完成了，我们可以在桌面上看一下。这个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只有一个序列，我看到 PR 里只有一个序列。当我有很多序列的时候呢，我可以批量的输出，就是我全部都把它发送到这个 ME， 根据每个视频它需要的编码或者是一些设置，单独为它设置，然后统一把它导出去。这样的做法呢还是非常方便的。PR 它导出呢，它只能导出你当前的这个序列，就是导出完成了以后，你才能导出下一个序列。当你需要批量输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用到 ME 是非常方便的。当你发送到 ME 以后呢，你的 PR 就可以关闭了，所以是非常方便的。好的， PR 和 ME 协同工作的方法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